很难，对，但其实蛮难的，对。好像不过这 HSK 个我们几考来着，4对吧？我们没有考过，可以玩玩看。对啊，哎，做一个新的你说话我标签。听听看，你说话我听听看。Hello，大家好，大家可以可以，听清楚我吗？听清楚我，告诉我。可以，可以，好，可以的。好，OK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大叔中文周五晚又来了。上好。是对，的，今天呢，Ben叔跟我今天要给嗯，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哦。今天的考试真的可以这个看出各位同学的中文水平怎么样哦。对，好，Ben叔，我们今天要嗯，考的是关于什么呢？今天语序啊，今天因为我们学了很多细小的语法点，今天来一个大的，直接上句子给大家看，大家语序对，怎么样？嗯其实我学英文学了这嗯么多年，我觉得英文的语序并不难哦。嗯但是呢，我突然发现中文，因为我开始教中文之后，发现中文嗯。的语序特别难。特别如果你要说好多信息的话，哪个信息在前面，哪个在后面对，就很麻烦。嗯我反而觉得英文是一个很有逻辑的语嗯言，所以我觉得嗯，英文的语序不难。中文的语序逻辑，我真的觉得很复杂。对，对，好，那我看看大家们基础掌握的怎么样啊，试一对试，挑今战一下。天就是真正的测试大嗯家中文水平的实力如何嗯，啊。对，好，那么我好，们就开始吧。嗯，那大叔好，放 PPT 的时候，欢迎一下 嗯，Lucas 夏老师，夏老还有师，春娇，对吧？春娇和 C 这是慧君，不是春对，这是慧君，慧君，这是慧君好，春娇，但春春娇在娇一定这，会来的，对，春好，娇一定会来啊。还有这好，个 C 同学啊，还对，有白兰，诶，白兰说要白兰。去上海念书了耶，恭喜哦，他啊，好棒，恭喜他要去上海读书好了。地方，对，对，然好，后呢，这个 IG 上的朋友也欢迎你嗯们，当然也希望脸书跟 IG 的朋友嗯可以到 YouTube 来订阅大叔中文啊，大叔 Mandarin 对啊，，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来，没有错对，啊。好，OK，那我们来念一下今天要考的东西。语序小测验还是一样嗯，啊，每题1分，一共10分，然后大家对，计算一下你能得几分啊？10分好，得几分？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题，好，请笨叔念一下。请同学们 A 明天早上7点在北海公园前门等我。好，B 等我明天早上7点在北海公园前门。对，C 明天在北海公园前门等我，早上7点。好，D 在北海公园前门等我，明天早上7点。好。这个笨叔在念的时候很有技巧的，把这么长的句子分成了几个小段，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听出来？不然希望大这么家一堆字，对很中文难看。就是一堆汉字，你必对，须要训练自己的眼睛哦。时嗯间在哪里？地点在哪里？动嗯词在哪里？这个你们一定嗯要看汉字把它看清楚啊。嗯，哇，对，好快啊，各位同学，A 啦，嗯向日葵 A 佳嗯，佳 A，白兰对，还有这个什嗯，么，这个不会念的这个日本的朋，Nico 友，对，苦 Nico 是不是？嗯苦 Marco，嗯，林子不好马上意思来了，马上不好意思来了，抢答作答，对，林子赶还来快得及。抢答啊，给你时嗯间，Tracy 也是 A。好，嗯这题我想不难，但是看到句嗯，子长，可能大家看了就头昏了，头昏眼花对，啊。好，正确答案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A。好，大家都答对了那啊，棒棒棒，对背书嗯。我们有没有什么解题的技巧呢？一般的话，这个时间在前面，在那个主语的前面或者后面，对，然后注意就是，哇，我们家那个是不是很吵啊？能听到我不会不会，可以，没背后的问题，可以因为我自己听到你的声音。听不到自己，我们家在装修，好，然后就是你要把那个有地点的话，一般放在你最重要的做的那个事情之前，就一般我们对会先说明所有的这个 context 语境，然后再说在这个嗯哼，语境中你最重要的做的那个事情是什么。那在这里对边，请同学们等我，对吧？对，什么时候等我呢？明天早上7点，在哪里等我呢？在北海公园前门等我。
好，简单我说就们在后面在是中文，电钻，听不到简是吗？单说好，听得到可以。简单说就是时间、地点、动词啊。如果这些信息都有的话啊，时间、地点、动词啊，大概是这样子啊。当然还会有一些变化在里面啊。好，OK，那么我们用这个为基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啊。好的，第二题，请笨叔念一下。这套衣服是 A 一位同学我妈妈的大学时代送给我的。好， B 一位我妈妈大学时代的同学送给我给我送的，给我送给我的啊。送的啊。C 我妈妈大学时代的一位同学送给我的。好， D 我妈妈大学时代的同学一位送给我的。我觉得这个很难呢这个又有这个非常复杂啊，这个在英文里面会用到那个 who 什么或者是 which 那种感觉啊。那中文其实就是用的啊，中文没有什么 who、which、that，中文就用的啊。那这里呢，看看大家对语法还有语序理不理解啊？大家都哎选的很一致哎。，C，各位大家同学，语感应该都很不错了，对吧？你们是看别的同学选 C，你们也选 C 吗？变书的同学，变书的声音有点奇怪啊，因因为为我家在装修，我那个对你们听不到，我听的话就是电钻在墙上滋滋滋的这种啊。对，那变书没关系，第三题开始我来念题目好了好，好的，那大家都选 C，有一个同学例外选 A 好 ，OK，那我觉得大家语序还蛮厉害的语序的能力很厉害答案是 C， 我妈妈大学时代的一位同学送给我的。变书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个句子的语序呢？这个有那个 one love 对吧？其中的一个。那现在是一位同学，这套衣服我们一般长的句子，我们要找到那个这个长的句子里边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最重要的信息是这套衣服是一位同学送给我的，对吧？是一位同学送给我的。这套其实最重要的句子是这套衣服是一位同学送给我的，这是它最主要的意思然后是跟的这里是个强调句型，是什么什么的，表示强调这个信息对，好，所以这个我们已经理解了，是什么什么的，这个是一个强调句型对，那这个一位同学会被修饰了，对吧？是什么样的一位同学呢？这个是我妈妈大学时代的一位同学对，好，这个好，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用英文理解的话，要变成什么？A classmate，好难翻译from my mother's college era，era，就是他在大学，我妈妈在大学的一个好朋友同学，他买了这套衣服送给了我。对 ，OK， 所以呢，我妈妈大学时代的就是用来去修饰形容一位同学，这个同学怎么来的没错，是定语 ，OK， 这个叫定语嘛，这个是在修饰，对，修饰一位同学，我觉得是哎呀，定语超死了。你骂他也没用。好，然后 Tracy 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数字加量词放在最前面？是一位我妈妈，是这套衣服是一个这个现在这个我妈妈大学时代的，因为这个是个强调句，对吧？是的，所以强调的是这个是怎么来的，对吧？是怎么来的？然后是一位同学，我妈妈大学时代的一位同学送给我的但你要平常的话，平常如果我介绍这个人，他是他是一位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对，他是一位这面是的话，个性很好的人。对在这面的话，因为强调句是的，把这个语序其实有一些改变对 ，OK，
好，我们这个 Tracy， 你这个问题好像后面会有，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哦。好，但一般正常的语序是对，好，一位加上一个定语，对不对？再加上一个名词，一般是这样子。好，我们看一下第3题，好，我来念好了啊。好，什么什么什么，你用上了吗？我昨天抄的笔记给你，我昨天抄的给你笔记，我昨天给你抄的笔记，我昨天抄的笔记给你。哇，这个好难哦。对，好，各位同学，你觉得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啊？你用上了吗？好，用上就表示你有没有把我的笔记给阅读了或参考了啊？好，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好 ，C， 有人选 D， 好 C， OK， 大部分的人选的是 C 啊。好 ，double 的，是上一题吗 ？double 的，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啊。这个的，因为林子最后那个的是强调句的的所以会需要好，有人选 A， 好，这题我想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题其实大部分的同学都选对了。但我看大家好像都选了好多答案，对吧？有都选了 A、B、C、D 都被选了。B 也有人选不过大部分的人是选 C 好，我们看一下答案。对，答案就是 C。我昨天给你抄的笔记，这个最重要的变数，这个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笔记，对不对？就是笔记你用上了吗？这个笔记对，原句是笔记，对，原句是笔记你用上了吗？笔记你用上了吗？那这里呢是用来修饰笔记什么样的笔记？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笔记，是我昨天给你抄的笔记。对，这个像英文的话，可能要翻译成 the notebook which 就可能是这个 which 的感觉好，我昨天给你抄的，就是他昨天帮他抄的吧，那个感觉帮他抄的笔记好，我昨天给你抄的笔记。好，所以这整个句子都是用来形容笔记我昨天给你抄的笔记。好 ，OK。笔记是中心语，笔记算是主语吧？笔记算是主语了好 ，OK， 好的，这题我觉得这个比较难的是这个中文的什么什么什么的用来修饰的这个东西，大家可能会比较搞不清楚在哪里所以这个大家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个句子的重点在哪里，真正的主语在哪里好 ，OK。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第4题。他是一位什么什么什么老师，很多年住在这里，住了这里很多年的，这里很多年住了的，在这里住了很多年的。哇，很老实嘞不好念。我昨天给你抄的是定语，对，用来形容笔记好。Tracy 选的是 D， 好，林子选的也是 D， 佳佳选的是 D， 夏老师选的是 D， 好，有同学选 A 好，看来我觉得这个语序并没有难倒大家好像大家都很厉害。大家语感要是已经培养出来这个就还好。对，我觉得语序这种东西，大家也不用特地的用语法点去记它可能真的要用语感，语序这种东西用语感最准了好 ，OK， 很多人选 D，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不是 D。答对了，非常好。变叔，我们要怎么去解说这个句子呢？我想他是一位老师，这个肯定是他的重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定语就是来修饰我们的主语老师好，所以这边可能是 a teacher who 怎么样好的，好，那这边就是我们的定语的部分在这里住了很多年的，好，在这里住了很多，我们中文还是会先强调地点，然后再强调动词，对，动词的这个部分好
OK， 好的，没问题。这题我觉得还好啦，这题没有那么难。对，这题因为还好。这题还好，因为住了很多年，它是一个它算是个谓语吧，算是个谓语，所以这整个都一定要在一块儿啊，整个要在一块儿。好，然后这个在这里算是我们中文是先讲地点嘛，时间先讲时间，再讲地点啊。好 ，OK， 好的，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来看第5题。好，来Ben叔来念一下好了。听不到我的背景对吧？啊，OK。可以听得到你的声音。买车以后，我就可以天天 A 接送妻子开着车上下班了 ，B 开着车接送妻子上下班了 ，C 开着车上下班接送妻子了 ，D 接送妻子上下班开着车了。哇，这题我都要再看一下哇，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有点难，我看一下。哦，好，可以，我找到答案了。这个我觉得是语法啊，不是，这个我觉得是语感题哦。住可以说住在 A， 可是生活只能说在 A 生活，不对，能一说生活。般会对，说我住在中国啊。我住在中国，我在中国生活啊。对，嗯，好 B， 我觉得大家都对耶。今天我觉得同学们不需要我们，大家怎么都很怎么发现语序语感。题反而没有那么难，对吧？对，可是我反而我嗯，以为语序题对大家来说很难，没有想到反而对大家来说还就是简单的哦。对，我觉得还好。可能同学们也不会去思考要先放主语，再放什么，再放什么，不会去想这个，就是一个语感，觉得顺了，通顺了就是答案哦。对，好，这题是不是 B 呢？我们看一下，答对了。买车以后，我就可以天天开着车接送妻子上下班了。好，变叔这边的语序我们要怎么来看呢？要怎么来分析它？所以这个动词是接送，对吧？接送，然对后妻子是这个接送的这个宾语，对吧？所以丈对，夫，我要接送妻子，接送妻子，嗯哼。然后开着车是那个接送的方式，对吧？方法，接送的对，方法没啊，错，没错，所以一般会放在那个动词前面啊，开着对车接送妻子上下班了。好，对，好，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因为在英文会把方嗯式 in a way 放在后面但嗯是中文反而会把方法放在前面嗯啊。副词、时间、地点、方法，嗯中文都跟英文相反，中文会先嗯说，英文会嗯。后说所以这是中文跟英文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同学们会觉得开着车不是动词吗？开着车在这里指的是一个方法。by driving the car 这种感觉好，没问题我看玛丽娜问为什么加了，因为现在我还没有车，对吧？明天买了车就有一个变化了，这个变化对，就是我可以接送妻子上下班了，所以这个了代哼，表一个状态的变化。对，这个 Marina 其实呢，这个了有非常多的意思在这里了的意思是强调情况的改变情况的改变。然后，所以现在没有车嘛，买了车情况就变了比如说下雨了，下雨还是前是晴天，下雨了表示情况改变了，天气变了，所以下雨了这个了也是跟这里一样，表示情况改变了好，对，重组句子对更难我们应该把这个句子放在那儿，让同学们自己排列，会比较难。对，好，不过我觉得呢，这个平常多多练习语感，对同学也有很大的好处好，我们进行第6题。好，来笨叔念一下。中国是 A 具有一个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B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C 中国是文明古国，具有一个悠久的历史 D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具有悠久历史的。这里就跟刚刚这个 Tracy 问的问题有一点关系了所以我就说后面有好，那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这题
我觉得有点难哦，因为悠久历史我们来解释一下好了啊，这个算是一个成语啦啊，比较常用的成语了啊，悠久历史也不能说成语啦，常用的词语啊，表示常常用在国家，这个国家如果它的历史很长，我们就可以说有悠久历史啊。好的，我们看一下，大部分的同学是选 B，有同学选 我觉得今天 D。同学们也为我着想，因为今天那个电钻就好像钻在我的脑袋上一样，对，无法就刚好大家思考，都答得对不对？好快，对，对，好棒。这位选 D 的同学，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孤单呢？其他同学都选 B。好，那我想就D 就很公布答案。是那个英语的那个对，就是英语的概念英语的语啊，就序，是 对，China is a old civilization which 那嗯，种英文的语对，序啊。嗯好，我们看一下答案，果然是 B。好，嗯这边我想我们一样可以先找一下这个句子的重点是中国是一个文明文明古古国。国，对，它的 key point 重点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那一样，这里就是个定语，用来形容文明古国所以这个如果要用语法分析是很复杂的。我想各位同学这么快能够找出答案，是凭着自己的语感，所以我觉得语感跟学习语法是一样的重要。如果你的语感好，会更快的帮你找到答案，正确的语序对，好的，所以我想这里如果我们这样一分析，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它整个句子是重点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然后它的定语是具有悠久历史的，然后来形容文明古国。对，好，林子以前回答过这个问题。好的，那各位同学，看我们这6题之后，可能你对中文的语序已经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了通常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定语，怎么找呢？当然，我们会先把主要句子找出来，再去找修饰的定语，你会更容易理解这个句子好 ，OK，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7题。那是 A， 那是一个小男孩，刚刚4岁，还没有换牙的。B， 那是刚刚4岁，一个还没有换牙的小男孩。C， 那是一个刚刚4岁，还没有换牙的小男孩。D， 那是还没有换牙的一个刚刚4岁的小男孩。哇，这题很难。这题我觉得难是因为那个定语也很复杂那各位同学一样，你要找到答案，先把主要的句子找出来。定语再复杂，慢慢来分析就会比较容易的找到答案了好，大家选的是 C， 可以把一个放在后面。好 ，Tracy， 我们等一下来回答你Tracy， 你说的是刚刚那一题吗？不是是这一题好，大家都选 C 有同学选 B， 还有同学选 A。好，选 C 的同学有人选 D， 这题真的比较难这题比较难。好，我们看一下答案是不是大部分的同学选的是 C 这题终于大家选的都不太一样了。不过选 D 的也蛮多，有人觉得 A 也对耶其实只有一个答案是对的好，答案是 C。好，那变叔，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来分析这一题？是不是也是先找出主要的句子，对不对？那是一个找中心语，那是什么呢？是的宾语，那是一个小男孩，对不对？小男孩，这是中心语，我们先把中心语找出来那是中心语找出来之后，再来找定语好，定语其实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你只要把主要中心语找出来之后，句子变得很简单了耶。那是一个小男孩，然后我们就发现这里就是定语你再去把定语分析一下，是不是就可以找出答案来好，好的，好，那变叔，我们这里定语要怎么来分析
变数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好，就这边是数量短语要在那个动词短语的前面啊，所以刚刚4岁这边数量短语要在那个好，数量同学们要听清楚哦，数量短语要在这个动词短语的前面对，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我们中文的习惯就是这样，数字短语会放在动词短语的前面对，所以可能有同学会觉得为什么不能先说还没换牙的因为我们中文会先把资讯信息类的东西放前面好像地点时间什么的还有那个范围的那种会范围会在前面一点对，所以大家看到第7题了就会发现中文会把一些方法时间地点数字短语然后条件等等的信息放在比较前面放在动词短语的前面这是中文的一个特色所以请大家看了这几题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还没换牙我们可能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换牙就是孩子那个小时候会掉一次牙然后再长新的牙新的对那我们可能到了10几岁之后就不会再掉牙了这个牙齿就固定下来了但是可能很小的孩子他会掉牙会换牙好那么刚刚 Tracy 的问题是一个可不可以放在后面好那就是这样了我们来念一下放在哪里那是刚刚4岁还没有换牙的一个小男孩因为我们在说就是那个小男孩不是说很多小男孩中的一个对吧我们没有表达那个意思我们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那个就是但是一个小男孩什么样的小男孩加了一个定语对吧那是刚刚4岁还没有换牙的一个我觉得好奇怪那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讲话的感觉是可能那个口语是没问题但是那个正常来说的话是这样对我觉得这个答案是最好的 Tracy 如果你放在后面变成刚刚4岁还没有换牙的一个小男孩就好像听起来有一群小男孩中间的一个然后其中的一个对那个感觉但是你现在在说这个男孩有可能这个男孩就在你前面而且只有他对所以这是他的差别好的 OK A 什么什么的不对吗如果用 A 就变成好像也是用英文的思维去想了对不对变成 a boy who 那个感觉了那这是不对的好 A 是不对的A 是不对的口语中我觉得如果说话的时候你忘了需要补充一些信息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比如说那是一个小男孩刚刚4岁还没有换牙的就是补充的这种好像这个是我们母语者口语会这样说有时候会这样说不过这个在正式的文章中是不行的对正式的话不会的而且严格说这是不合中文的语法的这是我们有时候讲话补充说明才会用是比较口语的非常不严格的一种说法好的我们来看第8题好请笨叔念一下我弄脏了昨天妈妈买的那件高档上衣给我 B 我弄脏了那件高档上衣昨天妈妈给我买的C 我弄脏了昨天妈妈给我买的那件高档上衣 D 我弄脏了妈妈给我买的昨天那件高档上衣好这一题我觉得大家记得使用我们刚刚说的技巧先找出中心语然后再找出定语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分析这个句子了好 C 有同学选 B 这位同学你不觉得你很孤单吗大家都选 C 感觉大家都已经恰的发出去了对 Tracy 你的问题我们等一下回头来看一下好不急好大部分的同学选的是有2个同学选 B 好那我们可以公布答案了好这题选 C 答案是 C
好，那变叔，我觉得我们再用刚刚的方法试试看，先找出中心语来啊。好，中心语就是我弄脏了，我弄脏了那件高档上衣，对不对？这是中心语。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只要你找出中心语，接下来就是分析定语就好了。我们的定语是昨天妈妈给我买的。好，那这个定语就是用来形容高档上衣哦，所以是不是就变得很简单了？先找出中心语、重点句子，然后再把定语给找出来。比较复杂的定语很容易就看出来了啊。好，那变叔，我们还是分析一下定语好了哦。定语就是先讲时间嘛，对不对？这3个部分对吧？有时间啊，对，然然后后妈妈给我买的，对，妈妈给我买的。好，那这样就很容易找出来了啊。定语、主语，然后这边是动词啊。好，动词这边是谓语啊，然后这边就形成了一个定语啊。好，那弄脏就是把一个东西给弄不干净啊，所以我们可能下雨了或者被泥巴沾到了啊，衣服就脏了，弄脏了。好，我可以说我把衣服弄脏了，我把高档上衣弄脏了。好，弄脏这个可以学起来啊。好，那各位同学，所以等一下我们最后2题，请大家再多试试，先找出中心语，再找出定语的方式，然后自己再分析一下定语的顺序对不对，很容易就可以找出答案来了啊。好，我们看一下第9题。哇，这个好，我家在 A 5号楼201室美丽小区建国路朝阳区。好 B 朝阳区建国路美丽小区5号楼201室201室也可以。查出你们说201还是201 201，我们讲1 201啊。C 201室5号楼美丽小区建国路朝阳区。D 朝阳区建国路5号楼201室美丽小区。哇，这个很难呢，这个很难啊，这个是因为中文地址的说法，难的地方有2个，第一个就是它的顺序跟英文刚好完全相反，中文是由大说到小，英文是由小说到大。好，第一个，第二个，各位同学分不清楚区、路、号、楼、室到底哪个大哪个小，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头痛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可能要常常在华人区或中国生活的，比较容易找出答案来啊。好，然后林子问这是谁家？是不是变叔家？应该不是了哈。好 ，B， 选 B 的比较多 ，B。好，这题很困难啊，地址这种真的是比较难啊，这个连我看起来都有点不习惯啊。好 ，OK，B， 有人选 C，OK， 朝阳区在北京啊 ，Marina 好厉害啊。好，这个笨叔我觉得选 B 的人好像比较多诶。好，那我们看一下答案，答案就是 B。好，来，这个变叔你解释一下这个题目要怎么分析呢？声音没有了，没有声音啊。从大到小，所以这个城市有很多区是朝阳区，然后这个区里边有很多条路是建国路啊，建国路。然再来后是小区，有很多 compound 小区啊，对，在小区里边有楼啊，这个 building 楼，最后每个楼里边有室有 room 啊，所以对，从大到小。好，那所以各位同学一谈到中文的地址，就记得跟英文完全相反，我们要先从大区，像英文的那个 distinct 吧 ，distinct， 对，路小区就是我们在台湾叫社区啦啊，社区美丽小区啊。好，再来就是有点像英文的 community 吧，或 compound 啊。对，好，楼有时候大家会听到5号楼或只有5楼那就看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是5号楼，有时候是5楼那就不一定。5楼听起来像那个 floor 了啊，公寓那种5号楼5楼这样。对对。然后5号楼说不定那个是比较大的小区吧可能同一层楼有好多个
住户啊。好，201室也是啊，可能同一层楼有很多个家庭住户，所以我们有个201室。好，所以这个由大到小的顺序，请大家特别注意啊。朝阳区是高级住宅区吗？北京啊，好多地方都有朝阳区，对啊。对，好，那可能大家住在台湾又要重新学习了啊，因为台湾的地址的可能这个单位可能又跟大陆有蛮不一样的啊。好 ，OK， 那么这个大家也不急着去了解它，有一天你住到中国之后，你慢慢就会了解地址的说法。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题。那是夏天今年一个炎热的早晨，那是今年夏天一个炎热的早晨，那是一个炎热的早晨，今年夏天，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今年早晨。好像绕口令。好，那各位同学，请你们一样试试看我们刚刚教大家的方法，先找出中心语，再把定语找出来。我想这题就迎刃而解。然后有没有大一点的概念，小一点的概念，对吧？对，好。所以大家经过了今天这堂课，希望你可以了解中心语跟定语的重要啊，因为这个在中文说话常常用到，看文章也常常会看到。对。好，B，哇，大家都选 B 耶。汉奸怎么选 C？ 汉奸你选 C 啊？好，没问题。很热，全部都是热啊。对，好。这题我想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啊。这题比起前面几题来说算简单的啊。好，正确答案是那是今年夏天一个炎热的早晨。好，那边叔我们是不是还是先找出中心语，对不对？那是一个那是早晨，对吧？对，那是早晨。好，那是早晨。好，这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语？然后今年夏天是那个范围 scope 啊，要先说 scope。对，然后在这个 scope 后面在这个夏天里边有很多很多个早晨，对吧？然后一个炎热的早晨。OK，that is the morning。那是今年夏天一个那是今年夏天。那是一个炎热的那是一个早晨啊。那是一个早晨。一个早晨属于今年夏天啊。对，好。然后炎热的。对，这个我们当然是先找出时间范围，就是在今年夏天时间，这是时间的范围，一个炎热的早晨。那是今年夏天一个炎热的早晨。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同学问说，那为什么不能说那是今天夏天炎热的一个早晨那我觉得因为这里有一个范围了所以这个一个是在那个范围里面的其中一个是在那个范围里面的其中一个所以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是今年夏天一个炎热的早晨。这个句子大家就记住有这个 scope 的范围的要放在前面。那是世界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对，或者在然后那是中国的一个最有名的城市那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地方等等。那各位同学特别注意，我们刚刚说的语序最重要的就请大家先特别注意中文的特色，就是呢，我们一定会先讲时间，时间、地点、方法、条件、范围这个在英文放在后面的，我们中文都会先讲。第二个，我们要怎么写出正确的语序？一般来说，我们先把中心语找出来，然后呢，再把定语找出来，把定语分析好，基本上这个语序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那这个变数，我们最后回到刚刚佳佳问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文明古国？这个是跟刚才一样的，是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古国。那你要加世界上的话，条件，对，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是世界上
一个具有悠对啊，久历史的也是会这样说，文明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嗯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文明古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文明古国。我觉得我不晓得为什么耶，我觉得这样子念起来比较顺哎。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一个是我觉得那什么，一个是这个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是没有任何那个强调的对啊。对，然后你把一个放在后面是可以的，但是你是想要强调不是一个普通的文明古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有一个那种强调的概念在里边啊。对，我当然是可以理解啦，但是我觉得通顺度来讲啊，这个还是比较通顺啊，这个句子是会比较通顺的，是我们常说的哦，比较常说。对，对，我觉得确实这个我快不行了，我今天要先下，因为我这个头已经要被炸掉了。对，好，那没关系，这个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语序题最主要的目的是训练一下大家的语感啊。那这个我们下一次呢还会有更有趣的主题，因为笨叔的头快炸了啊。不好意思，今天真的是那个大装修。好，没关系，各位同学，那我们下次再见了哦。对，那大家觉得有什么我们可以聊的题目哦，在下面留言，我们就帮大家服务，帮大家上个课。好，那我们下次见喽，大家谢谢大家，周末愉快，周末快乐，拜拜。好，听不到是吧？茶叔刚才听你的。